嘿，你好，欢迎回到 Xton。OpenAI 刚刚推出了 Canvas，并且声称这是自2年前推出 ChatGPT 以来呢视觉界面的第一次重大更新。但是呢，它真的达到了我们的期望吗？说实话呀，虽然 Canvas 有一些令人兴奋的功能，但我不得不说，我是有点失望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先来一起看一看 Canvas 到底能做什么。然后我们再聊一聊我有哪些希望它能做得更好的地方。那什么是 Canvas， 以及 Canvas 有什么样的能力呢？原来我们所熟悉的 ChatGPT 的界面呢，就是一个一问一答的对话界面，而 OpenAI 最新推出的 Canvas， 中文叫做画布，它是一个可以在单独的窗口当中打开的新的界面，而且这个界面可以跟我们进行更多的协作和交互了。Canvas 是以一个新的模型的方式提供的，它是一个基于 GPT-4o 的微调模型。如果想使用 ChatGPT 的 Canvas 呢，我们需要在它的模型的下拉列表里面选择 GPT-4o with Canvas。这边我们可以看到，它现在还是在 Beta 测试版。然后我们就可以要求 ChatGPT 直接打开一个空的 Canvas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右边就给我们打开了一个空的画布，空的 Canvas， 而左边呢，就是我们跟 ChatGPT 的对话窗口。那一个空的 Canvas 呢，它就相当于是一个空的文字编辑器，你就可以开始在这里面写文章、写代码了。当然了 ，ChatGPT 它会自动的判断是不是需要打开 Canvas， 这是根据你要完成的任务来判断的。Canvas 的目的，它是给写作和编码，也就是写代码、写程序来提供一个新的协作的界面。因此当 ChatGPT 判断你的任务呢是要写一篇文章或者要写代码的话，它就会自动的打开我们这个 Canvas 界面。当然，如果它判断错了，那么你可以在任何时候要求它使用画布就可以。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，我们要求它打开一个画布，它就会打开这个画布。好，那既然 Canvas 它是为写文章和编程序来专门优化的，因此呢，我们就首先来演示一下它的文章创作的功能。文章呢，你可以让它从头写起，也可以让它来帮助我们修改、编辑自己写过的文章草稿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先让它从头写起一篇新的文章。比如这2天比较劲爆的事情一个是诺贝尔奖，另外一个呢就是特斯拉的 V-Robot。我们可以让 ChatGPT Canvas 去上网查一下 V-Robot 的一点新闻，然后帮我们写一篇小短文。在 ChatGPT 里面打开反斜杠，就可以调出它的功能选项的菜单，可以选择绘图，使用刀力来画画，或者就是搜索，上网去搜索。我们去选择搜索，搜索特斯拉的 V-Robot 相关新闻，并据此撰写一篇博客文章。好，它就很聪明的知道我们是需要在 Canvas 里面写文章了。当然它使用的是英文，我们就告诉它使用中文。这个动画做的就是非常丝滑。好，除了让它从头来写一篇新的文章，帮助我们修改编辑自己的文章的草稿呢，我们还可以让它以现有的文章为基础来重新的改写成一篇小作文。比如我们先把我的一篇博客文章导入进来，这是我前2天讲谷歌 Notebook LM 的一篇博文，我们就把这篇文章直接上传到 ChatGPT 的 Canvas 里面，点击左下角上传文件，从电脑里面上传文件，就这篇测试文档。然后我们就告诉他，请根据这篇文章来撰写一篇讲解 Notebook LM 的博文。好， Canvas 就快速的完成了一篇文章。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把光标移动到每一个段落的后半部分的时候，在每一段的最右边呢，就会出现一个带加号的小气泡，点击就可以根据当前的段落来跟 ChatGPT 对话了，可以让它对这段文字进行编辑或者解释。当然，除了段落呢，我们也可以选中某一段文字，然后跟 ChatGPT 进行讨论 ，ask ChatGPT， 或者更改文字的样式，改成粗体、斜体，以及它的字号大小。就从这点看ChatGPT Canvas 它就是一个文字编辑器了。没准哪天再把 Advanced Data Analysis， 也就是高级数据分析给整合在一起，发布一个 OpenAI Office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。好，言归正传，我们继续来看文章的功能。在文章的右下角有一个铅笔的图标，这就是主要的功能入口了。从下到上一共有5个功能，分别是建议编辑。那 ChatGPT 呢，它会给你的文章来提供一些优化的建议，比如我们直接点击它，然后再点击按钮，
我们就会看到 ChatGPT 高亮了你的一些段落和文字，然后在右边就给出了优化的建议。如果你认可某一个建议，直接点击其中的 Apply， 就可以把这段文字改掉了，是不是很方便？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调整长度，可以让这个文章变得更长或者变得更短。比如我们目前的文章长度大概也就是1屏半，我们可以把它变到最长。好，这个动画确实做的比较丝滑，这跟以前 OpenAI 的界面风格是完全不一样了，有进步。好，目前他说已经将文本扩展了大约75%。然后第三个功能呢，就是它的阅读水平，从幼儿园一直到研究生，来调整你这个文本的阅读的难度。我们呢就把它改成一个研究生的难度，最高难度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OK，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第4个，就是最终润色，这个可以一键完稿。同样，我们点击一下，让它一键对整个文章做一次润色。好，那这一篇看起来比较专业的博客文章就完成了。好，最后一个功能呢是添加 emoji 表情符号。那对于它所有的这些功能呢，如果你选中一部分文字，那么修改的就是你选中的文字这一部分，否则的话，它要修改的就是全文。从刚才的整体来看呢，它的菜单操作还是简单优雅，而且修改的动画呢也非常的流畅。我去年老吐槽 OpenAI 缺产品经理啊，那现在呢看来不但产品经理 UI 设计师也都上线了。好，如果你对 Canvas 对你的文章修改不满意呢，你还可以通过右上角的这个按钮返回到前一个版本。比如这就是没有 emoji 的版本，如果我确定呢，我就选择返回到这一个版本。那这篇经过加长，文字改成研究生水平，并且经过最终润色的文章呢，感觉质量上呢已经完全算得上一个中上水准了。从 ChatGPT Canvas 的文章撰写功能来看呢，它的效果已经强过它的老对手 Claude 的 Artifact 了。接下来编码这一部分呢，我们不搞高深的程序，咱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个非常实用的技巧。在我的关于 Notebook LM 的这期视频当中呢，其实有一个图片用到这张图片，就是这张图片。这张图片呢，它是普华永道2024年人工智能就业的一个指数预测，它分析了超过5亿份招聘广告，得到了这么一个数据。这个数据对职场人士是一个很有参考意义的数据啊。但是英文呢看起来不方便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就把这张图片上传给 ChatGPT Canvas， 然后呢就说，请把这张图片翻译成中文，并且绘制一幅漂亮的中文图片。结果 ChatGPT 真的就绘制了一幅图片，而没有在 Canvas 当中来写代码。这不是我们要的结果。这个真不怪 ChatGPT， 只能说我的 prompt 给的太随意了。后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如何改 prompt 让它一次成功。那我们干脆就先明确的告诉它，请编写一幅 SVG 图片。这下 ChatGPT Canvas 就知道它要把 SVG 的代码写出来了。但是呢 ChatGPT Canvas 它却没有办法来显示这个图片，所以我们只能来创建一个 HTML 文件或者 SVG 文件，然后把代码拷贝粘贴过去，再用浏览器打开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效果了。效果呢只能说一般般，就像写文章一样代码的右下角也有5个功能按钮，分别是代码审查，它是用来提供代码的改进建议的。第2个是移植到其他的语言，它可以在多种编程语言之间切换。然后修复错误、添加日志，以及最后添加注释，每一个都很有用啊。比如代码审查 ，Canvas 它会高亮每一行它觉得需要优化的代码，然后呢在右边提出改进建议。如果你认可这个建议，就点击 Apply， 就可以更新代码了。好，除了代码审查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很有用的功能，就是添加注释。我知道很多程序员懒得写注释，还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，叫做代码解释一切。现在好了，我们可以让 ChatGPT Canvas 去解释了。前面说过我们第一次给 prompt 的时候呢，没有触发 Canvas， 因为我们的 prompt 呢没有说清楚。那我们就把我们的 prompt 改一下，让它一次就打开 Canvas 来给我们写代码。我们就给它改成，请把这张图片翻译成中文，并在画布当中编写一幅漂亮的中文图片代码。那这次呢 ChatGPT 就直接打开 Canvas， 开始写了一个 HTML 的代码。那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清晰的表达可以提高沟通的效率，不管你是跟 AI 还是跟人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
好，下面呢我们就说到我对 ChatGPT Canvas 不太满意的地方了。首先我们来对比一下同样的图片，我们去让 ChatGPT 的老对手 Claude Artifact 去生成的效果会是什么样的？这是几天前让 Claude 生成的对话，给它的呢是同样的图片，然后我们就是要求它把图片中的文字翻译成中文，然后再输出一个中文图片，这就是最终的结果。首先呢，我们看到的就是 Claude 的 Artifact， 它具有实时预览的功能，类似于像这种 HTML 页面或者 SVG 图片呢，它立刻就能显示出来，而不用你去拷贝粘贴到一个文件里面再打开。另外呢，从生成效果上来看呀，Claude 的美观程度也是碾压 ChatGPT Canvas 的。我们可以把它们两个生成的 HTML 文件打开一对比，就看得更明显了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刚才用一句话写 prompt 让 ChatGPT 生成之后的效果，而这个呢，就是 Claude 生成的效果。不过呢，这里的差距也并不是 Canvas 和 Artifact 的差距，而是模型的差距。不过 ChatGPT Canvas 的模型它毕竟是 GPT-4o 虽然它的代码弱了点，但是呢，它是个多模态模型，能画图，而且也能上网搜索。所以如果你的重点不是写代码呢，相比 Claude Artifact 呢 Canvas 的可用性会更高。但是现在推出的 ChatGPT Canvas 没有全面的超越 Claude 的 Artifact 呢，这点确实是有一点小失望。另外失望的一点呢，就是它这次发布感觉并没有那么的惊艳，创新程度不足，似乎是一个集成了 Artifact、Cursor、Perplexity 以及各种 AI 书写工具的优势的集大成者。不过呢，话说回来，这毕竟是一个 beta 测试版本，只是一个起手式大招也许在后面。另外，交互的创新也是创新， All-in-One 的创新也是同样是创新。我们也不能奢望 OpenAI 次次都让人惊喜，这个呢也过于难为他们了。好，如果你的手头没有其他的 AI 书写工具和代码工具，比如 Cursor 之类的，那么 ChatGPT Canvas 值得一用，是一个很方便、原汁原味的 AI 写作工具。而如果你的手里已经有一堆工具了，那么目前看来呢，用途有限。当然，如果你有超酷的应用场景，欢迎留言打脸。如果你希望系统的掌握 AI 的理论和应用知识呢，请通过描述栏当中的链接进入到 AI 精英学院，精彩内容等着你。咱们下期再见。